欢迎来到走马观尘的频道。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，敬请点赞加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话版《聊斋志异》，胡切，原著蒲松龄。来无流动九人，在汾州做通判度量厅。有一天，他正在衙署中独坐，忽然听见庭院外由远至近传来一阵欢声笑语。不一会儿，4位女子走了进来，一位约有40多岁，一位30多岁，一位24、25岁，还有一位是未成年的少女。他们并排站在几案前，相互看着嬉笑。刘栋九早就知道衙署内的狐仙很多，所以没有搭理他们。过了一会儿，少女拿出一条红色的丝巾，淘气地扔在刘栋九的脸上。刘栋九拾起丝巾扔到窗台上，对他们还是不看一眼。4个女子笑了一下就离开了。一天，上次来过的那位40多岁的女人来了，她对刘栋九说：“我妹妹和你有缘分，希望你不要抛弃她。”刘栋九漫不经心地答应了。那女人走后不一会儿，就和一个丫鬟领着先前的那位垂发的少女来了。她让少女和刘栋九并肩坐下，说：“真是一对好伴侣，今晚就是洞房花烛夜，你要好好侍奉刘郎，我这就走了。”刘栋九仔细看那少女，果然美貌不凡，光艳无比，于是就和她交欢相好。事后，刘栋九问少女从何处而来，少女说：“我当然不是人，但实际上也是人。我是前任知府的女儿，因为受狐狸的蛊惑而突然死去，死后就埋葬在庭园里。狐狸们又施用法术使我得以复活，所以我的形止飘然像狐狸一样。”刘栋九听了，伸手去摸少女的屁股。少女发觉了，笑着说：“你是不是认为狐狸都应该有尾巴呀？”于是他转过身去说：“那你就摸摸看吧。”从此以后，少女就在衙署住下，不再离开了。少女的起居坐卧都由那位小丫鬟陪着，刘栋九的家人都把她尊为小夫人，对她行礼致敬。丫鬟婆子们每次给她请安问候时，得到的赏赐都特别丰厚。有一天，正是刘栋九的寿辰，前来祝寿的宾客很多，酒席要摆30多桌，需要很多厨师才能完成。虽然刘栋九早就发下公文征调，可是届时前来操勺的却只有1、2位，刘栋九气愤极了。胡且听说后，就劝他说：“别发愁，厨师既然不够用，不如把来的这1、2位也打发走。我虽然才能有限，但是置办30桌酒席还不难办到。”刘栋九一听，大喜过望，让人把鱼肉和葱姜肉桂等佐料统统搬到内宅去。家中的人只听见切菜剁肉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却看不见他是怎么做的。胡切让人在门内摆了一张桌子，上菜的人把盘子放在桌子上，转眼一看时，盘中已经装满菜肴。就这样，仆人们端走菜肴送来空盘，来来往往，共有10几个人上菜，络绎不绝，取之不尽。最后上菜的人来取汤饼，胡切在里面说：“主人预先没有嘱咐做汤饼，怎么能说要就要呢？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没关系，先去借一点吧。”很快，胡切就招呼上菜的仆人来取汤饼。上菜的人一看，桌上摆着30多碗汤饼，还腾腾地冒着热气呢。客人走后，胡切对刘栋九说：“可以拿出一些钱来，去偿付某家的汤饼。”刘栋九就派人送去汤饼钱。丢汤饼的那家人正聚在一起纳闷呢，刘家送钱的人去了，这个谜团方才解开。一天晚上，刘栋九正在小酌，偶然想喝山东苦露酒。胡且说：“我马上就给你取来。”说着就走出门去。过了一会儿他就回来说：“门外有一坛子苦露酒，够你喝几天的了。”刘栋九出门一看，果然有一坛子酒，打开一看，果真就是家乡的名酒瓮头春。过了几天，刘栋九的夫人打发2个仆人来到汾州。途中一个仆人说：“听说胡夫人的犒赏特别优厚，希望这次去得到的赏金可以买件皮袄穿穿。”他的这些话，胡切在衙署中早就知道了。他对刘栋九说：“老家派来的人快要到了，可恨那个贱奴才太无礼，我一定得报复一下。”第2天，那个仆人刚刚进了汾州城，头就剧烈的疼痛起来。等到衙署时，
仆人抱着头大声哀叫。家人们都想给他吃点药绳的缓解一下。刘栋九笑着说：“他这病不用治，到时候自然会好的。”大家都怀疑他是不是得罪了小军。那个仆人也自忖：我初来乍到的，连行装都没有解下，我这罪过是怎么犯下的呢？在拜见胡切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失误，就随便往地下一跪，西行到帘外哀恳。只听帘中有人说道：“你称我为夫人，还算不错，为什么还要加个胡字呢？”仆人这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，就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头。胡切又说：“既然想了个皮袄，为什么还那样无礼？”稍过片刻，胡切又说：“你的病好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仆人的头痛顿然消失了。仆人拜别后正要往外走，忽然从帘中扔出一个小包，只听见胡切说：“这是一件羊羔皮袄，你可以拿走了。”仆人解开一看，是5两银子。刘栋九向仆人询问家中的情况，仆人说家里都挺好的，没什么事，只是有一天夜里丢了一坛酒。刘栋九一核对丢酒的日子和时辰，正是胡切娶来瓮头春的那天夜里。从此以后，家人们都十分敬畏他的神威，称他为圣仙。刘栋九还为他画了一张肖像。当时张道一正担任提学使的官职，听说胡切神意不凡，就以同乡朋友的名义来到刘栋九府上，想和胡切见上一面。胡切拒绝了他。刘栋九把胡切的画像拿给他看，张道一却硬要把画像带回去。张道一回去以后，把胡切的画像悬挂在座旁，每天早晚都对着画像祷告说：“以你的美貌，到谁那儿还不行？却委身给那个白胡子老头。我哪一点都不比刘栋九差，为什么不光临我这儿一次？”胡切正在衙署中，忽然对刘栋九说：“那个张大人太无礼了，看我要稍稍惩罚他一下。”一天，张道一又对着画像祷告，忽然觉得好像有人用戒尺猛击他的额头，头痛的好像要裂开一样。张道一大为惊惧，马上派人把胡切的画像送了回去。刘栋九诘问张道一的家人为什么把画送回来，张道一的家人隐去了真情，而胡乱应对了一句。刘栋九笑着说：“你家主人的额头是不是疼痛了？”张道一的家人看隐瞒不住，这才把实情告诉了刘栋九。不久，刘栋九的女婿齐生来了，也想见胡切一面，胡切坚决拒绝。齐生不肯，再一次坚决求见。刘栋九就劝胡切说：“女婿不是外人，为什么坚持不见？”胡切说：“女婿来拜见，我必须要有所馈赠。他对我的奢望太高，我自以为无法满足他的期望，所以才不愿见他。既然他一再求见，就答应他10天以后再见。”10天以后，齐生来到胡切的房间，隔着布帘向胡切作揖行礼，并致问候。他隐隐约约看不清帘后胡切的容貌，又不敢死盯着看。等到告退的时候，走出几步开外，他还在回头看。只听胡切说道：“阿许回头了。”说罢，哈哈一笑，那声音就像猫头鹰的嚎叫，令人恐怖。齐生一听，吓得两腿发软，摇摇晃晃的，就像失魂落魄了一样。齐生从胡切那里出来，坐了好一会儿，心神才稍稍平静下来。这才说：“刚才听见他的笑声，就像听见一声霹雳，竟然感觉到身体好像不再是自己的一样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丫鬟来了，他奉胡切之命送给齐生20两银子。齐生接过银子，对丫鬟说：“圣仙每天都和我丈人在一起，难道不知道我一向挥霍无度，不习惯花小钱吗？”胡切听了这话说：“我当然知道他的品行，可是正赶上家里没钱了。前些日子我们结伴到汴梁，汴梁被河神占据了，到处是一片汪洋，金库也淹没在水中。我们钻进水里，各自捞取了一些银子，怎么能够满足他这样无厌的贪求？况且即使我能够给他丰厚的馈赠，恐怕他的福分太浅，还受用不了。”对于所有即将发生的事，胡切总是能够事先就知道。刘栋九一遇到疑难情况，跟他一起商量，没有解决不了的。有一天，刘栋九正和胡切并肩坐着，忽然他仰首朝天，惊骇地说：“
大劫难就要到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”刘栋九惊讶地问他家里人会不会有事。胡切说：“别人都没事，只有二公子令人担忧。这个地方不久就要变成战场，您应当赶快向朝廷求个差事，远远地离开这里，才能够躲过这场灾难。”刘栋九就按胡切说的，向上司请求出差，上司就委派他亲自押运粮饷到云南、贵州去。从汾州到云南、贵州路途遥远，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跑来安慰他，只有胡切向他祝贺。不久，镇守大同的宣化总兵江襄反叛朝廷，汾州被江襄的军队占据。刘栋九的次子从山东赶来看望父亲，正好碰上战乱，被叛军杀害。汾州沦陷的时候，官府的大小官僚全都遇难，只有刘栋九因为到云南、贵州出公差，才得以幸免。叛乱平定以后，刘栋九才回到汾州。接着他又因为受义庄大案的牵连而受到责罚，家里穷到连一日三餐都接济不上的地步。尽管如此，当权的官员还是对他多方勒索，所以刘栋九内外交困，愁得要死。胡切说：“不要发愁，床下有3000两银子，可以供我们花费。”刘栋九大喜过望，问：“你是从哪儿偷来的？”胡切说：“天下没有煮的东西取之不尽，还用得着偷吗？”后来刘栋九找到个机会脱身，回到了山东老家，胡切也跟他一道回去了。又过了几年，胡切突然走了，他留下一个纸包，装了几件东西，其中就有家里遇到丧事时挂在门上的小丧幡，有2寸多长。人们都认为这是个不祥的兆头。不久，刘栋九就亡故了。